嗨，大家好。在美国买新房子的时候，如何选择正确的建筑商呢？下面给大家提供一些实用的技巧与要点解析。建筑商的信誉与建筑的质量和它的售后服务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您打算购买新房子，您可以参考以下这些步骤选择建筑商。创建建筑商的列表，您可以查看一下建筑商的最新排名，或者是浏览当地的房屋建筑商协会的网站，或者是咨询房产中介和周边的亲朋好友，列出口碑好的建筑商，然后实地考察，这是获得直观印象的最好的办法。你甚至可以和居住在那里的居民交谈，询问他们对生活的感受。如果时机合适，大部分人会毫不犹豫地给出建议，甚至会有人找你倾诉。列出你心中还存在的一些问题，比如贷款的选择、首付的要求、建设工期等等，直接给施工方打电话或者是预约面试，然后再去参观样板房。到样板房现场考察，你可以去看看那些带家具，或者是问问有没有安装家具的。这个时候，你最好问一些比较详细具体的问题，比如橱柜、地毯、装修、油漆的质量问题等等。通过这些步骤，您可以更有信心地选择合适的建筑商，确保购买到满意的新房。很多人在买房之前都会问哪家建筑商是最好的，哪家更值得，哪一家更适合自己。答案不是最好，而是最适合你当下的身份、预算和生活需求。我们从市场的定位、产品特色、价格逻辑、典型适合买家人设4大维度，可以全面对比一下。在选择建筑商的时候，在进入看房、交定金之前，要问自己3件事情。首先，预算是多少？是月供压力还是总价压力更重要？你是想快速入住，还是追求长期的居住体验？你对后期运营的成本、电费、维护费有没有特别的要求？只有把这3件事情搞清楚了，再去挑选建筑商或者社区，才能真正的买到合适自己的房子。很多人在买房的时候喜欢挑选新建的房子，因为新建的房子外观漂亮，设计现代化。但是新建的房子并不意味着零风险。在美国买新房子的时候，有不少的细节要提前的去了解。从建筑商的选择、时间线规划、房屋检查3个角度，全国性的建筑商特点就是一次性开发20到100户的社区，每个社区提供5到8个户型。优点就是质量稳定，结构性问题少，交房的流程标准化，提供2到5年的保修期。注意就是样板房装修精美，但是大部分的装饰收房的时候并不会为单户的买家额外加装。本地大型的建筑商，多数为家族企业，深耕本地几十年，专注200到500万美元的豪宅，设计感强，用料好，售后响应快。综合来看，更适合预算充足、追求设计和品质的买家。本地小型的建筑商常见于小规模的开发或者翻建的项目。优点就是房源的稀缺，价格有时更灵活。风险的质量参差不齐，可能存在审批文件不完整的问题。建议先要查看建商过往的项目，确认保修期由谁来负责，响应的速度是否可靠。新建的房子与二手房相比，时间更难确定。
大型社区的新房，建筑商一般提供一个预估的交房的时间，但是实际交付通常比预期还要晚3到8个月。原因就是建材的延迟、政府验收的滞后、审批的手续拖延。建议就是，如果涉及租约到期、小孩入学、家庭扩容等计划，一定要预留充足的缓冲期，并且准备好备用方案。单独新房子的项目，即使房子建成了，也可能缺少入住的许可证，然而无法完成贷款和交房。有些小的建筑商会在未拿到该文件的时候就挂网出售，导致买家签约后迟迟不能过户。建议确认建筑商已拿到必要的文件，避免因为延期导致无房可住的尴尬。新的房子一定要做房屋的检查。很多人以为新房子质量没有问题，然而就跳过了验屋。入住后才发现各种隐患。房屋的检查虽然不能发现所有的潜在问题，但是它能排除当下已存在的问题。案例：西雅图的一栋新建的房子看起来很新，但是验屋的时候发现地基积水、木材泡软，最后买家避免了一次高风险的交易。新房常见的问题有渗水、施工工艺的粗糙、材料未按照规范使用等等。对比建议，新房外观虽然新，但是部分的隐患要入住1年后才显现出来。3到5年房龄的次新房，常见的问题已经暴露并且修复，反而可能更加的稳妥省心。新建的房子虽然说吸引人，但是绝不是省心之选。无论是选择建筑商、规划时间，还是是否要验屋，都需要买家有充分的准备和耐心。美国买房的流程、建筑商的选择，或者房屋的检查、时间的规划线，这些都是需要注意的事项，这样才能最大程度的降低风险。带给您最实用和最专业的美国置业攻略，优质的美国房源，并提供落地生活的各类服务，做最值得您信赖的美国服务专家。我们只讲底层判断力，教您如何避开这些坑，少走弯路。带您了解更多的美国房产投资故事，可以帮您规避风险。投资美国地产，读不懂规则，处处都有限制；读懂了规则，处处都有技巧。感谢支持，欢迎订阅和点赞转发。